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本期要再分享10个温哥华岛的景点，希望大家喜欢。在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 Nanaimo River 2个游泳的点 Green Gate 和 Yellow Gate， 其实还有第3个点。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个位置是 Nanaimo River 上游一个游泳的好地点，当地人管这个叫 Red Gate。这是一个更 local， 也就是一个更小众的点。一般的来说呢，越是小众的点，自然环境也保护得越好。而且温哥华岛当地的人呢，一般不太愿意把这些点分享出来，主要是担心游客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这里的水文环境呢，有点像《倚天屠龙记》里描述的那个碧水寒潭啊，水真的好绿，而且非常的凉。哇，这里水好凉！就这么一跳，不知道为什么耳朵疼了大半年，家庭医生也没有给看好，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不过在这里游泳还是挺不错的。关于这个点的路线呢，想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地图上的确是找不到，而且附近呢有另一个叫做 Pink Rock 的点，是一个裸泳的地点，如果走错了的话会比较尴尬啊。Red Gate 这个点呢，在 Nanaimo River Road 上，如果你想去的话，请在下方留言，我会把坐标告诉你啊。到了之后，穿过这个红色的 gate， 然后就沿着路的左侧下坡进入林子。进入林子之后呢，第一个岔路口往左，第二个岔路口往右，然后有个非常大的下坡，下到河边就到了。Stamp Falls 位于小镇 Port Alberni 附近。Port Alberni 是温哥华岛为数不多的位于西侧，也就是太平洋一侧的小镇。这里的自然风景绝佳，瀑布的流速非常的快，水下面是这个样子的。不过这里最有意思的还是一个三文鱼洄游的辅助设施，这同时也是一个观测的设施。每年到了三文鱼洄游的季节，都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观察三文鱼。这里的三文鱼的个头特别的大，比我们上一期介绍的 Gulfstream 的鱼要大好多。虽然说有了这个辅助设施，相对直接从瀑布上上来要容易不少，但是水流特别的湍急，三文鱼还是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够游上来啊。也有人在这里拍到了三文鱼跃瀑布的照片，当真是鲤鱼跃龙门啊！而且即便上来了，也不一定就是胜利，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岸边随时都有很多黑熊等着饱餐一顿啊。我们去的这天就碰到了好几头，还是要注意跟熊保持距离啊，因为河水不是很深，惹毛了的话，完全有可能冲过来咬人啊。我们现在前往后引的 Wall 墙洞，这个景点也在 Port Alberni 附近。开始是一段林间小路，颇有点曲径通幽的感觉啊。我们现在到了，真的是水从墙里流出来了。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中午拍照的效果最好。还可以从这个洞里进去，据说这个洞是一个人工的，要是个天然的就更好了。里面还真的是别有洞天啊。这个点的 parking 不太好找，沿着 Alberni 高速自西向东，高速的右侧有一块空地，正好可以停下几辆车，跟前面一样。你如果要去的话，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我会把 parking 的坐标发给你。Cathedral Grove 大教堂树林，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这附近也没有看见哪儿有什么教堂啊。这个点也在 Alberni 高速旁边，现在叫做 McMillan 省公园。树林里有枫树，还有西海岸红杉。这个西海岸红杉呢，是 BC 省的省树。加拿大有点意思啊，每个省还有官方的树啊，那么其他的树地位岂不是有点尴尬了？这种红杉的木质特别的好，据说是倒了埋在土里，过100年都不会腐朽。这个公园最负盛名的是一棵巨大的古树，这是一棵花旗松 Douglas Fir， 有76米那么高，已经存活了800多年了，据说可以活过1000年。公园介绍也很有意思，说的是哥伦布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存活了300多年了。这个树林里有一条 trail， 是一个 loop， 可以转一转，里面还有水流很急的溪流。
大教堂树林的马路对面就是卡梅伦湖 （Cameron Lake），这是温哥华岛中部一个很大的湖，湖水像玉一样的碧绿。据说这里适合钓鱼和游泳，但是我至今都还没有尝试过，因为每次到这里的时候，天气都会突然变得阴晴不定。据当地人讲，湖里有一个很大的叫做 Kami 的水怪，可能是类似于尼斯湖水怪一类的神秘生物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说这底下有暗河，和远处另外一个叫 Horn Lake 的湖是相连通的。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湖面也有点波谲云诡啊？这里的确有一点像一个超自然的景点。我个人感觉，这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班夫的明尼湾卡湖，以及帕劳原始海滩上的史前石柱群，都有着极为相似的气场。而且我真的没有看见过有人在湖里游泳，或者是划船，就连湖边都很少看到有人。卡梅伦湖旁边有一条废弃的铁道，都是当地登山者的最爱。前往铁道入口的停车场，地图上没有标注，跟前面一样。需要的朋友请留言，我会把坐标告诉你。进入铁道后不久，就是一座小桥，然后路旁有伐木工人的小屋，还有废弃的火车。铁路非常的平直，像是特意修在了等高线上。铁路的左侧是湖泊，右侧是山。由于是废弃的铁路，所以这样的情形时不时都会有。还有一块塌方，正好是砸在了铁路上啊，还要从悬崖上绕过去。再往前就来到了一架大的铁路桥前，这里是个观湖景的绝佳地点。但是由于年久失修，桥面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决定不过去了，把无人机飞过去拍一拍啊。在温哥华岛中部的小镇 Courtney 附近有一艘沉船，附近有个小公园，在阳光灿烂而且潮水很高的时候非常的漂亮，有一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岁月感。沉船距离岸边还有点远，我这个镜头是拍不下来啊。本来是想把无人机飞过去拍一拍，却发现这里是个禁飞区，附近好像有个 Air Park， 根本就无法起飞。看来想要近距离观察，只能是划船过去了。位于维多利亚 Oak Bay 的总督府 Government House 是 BC 省总督的官邸，名义上也是加拿大的君主，也就是英国国王查尔斯的住所啊。看起来也就是比一般的房子稍微大一些，不过院落很大，还有漂亮的英式花园。来维多利亚玩，如果没有时间去不切尔的花园的话，完全可以来这里转一转，连门票都省了。后山可以观海，远远的就是维多利亚和西雅图之间的 Sanish Sea。 这里还有一个小城堡，夏天的时候有个季节性的小店儿，是一个喝下午茶的地方，是当地女孩子们的最爱。Moss Street 是一条安静的小街，也是位于 Oak Bay。 每年3月底4月初都是维多利亚赏花的季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来一趟 Moss Street。 维多利亚经常被说成比英国还要英国，而 Oak Bay 呢，则更是维多利亚最传统的英式社区。到了春天，小街的两侧繁花似锦，鸟语花香，来这里转一转，看看花，特别的不错。不过如果你有花粉症的话，那就还是不要来了，花粉真的是特别的厉害。我就来看了一次花，眼睛又疼又痒好几周，专门去看了眼科，药开了一大堆都没有效果。小街的尽头就是海，海的对面是美国的 Port Angeles。 如果你来到了维多利亚，那么你想不想来看一眼维多利亚历史上最贵的基建项目？位于 downtown 的 Johnson Street Bridge 建成于2018年，是加拿大最大的单叶式开合桥。桥不长，50米不到，但是建成的花费超过了1亿加元。现在我身后这个呢，是 Johnson Street Bridge， 这个是维多利亚历史上最烧钱的一个基建项目，最终建成的花费超出了当初的预算，约1倍左右。据说是当时在中国江苏的一家厂子委托生产的钢材质量没有达到标准，而由于文化的差距，后期的交流沟通又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了整个的工程的工期长达将近10年，这在当地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项目。从桥上开车过去，是不是有点奢侈的感觉啊？
位于维多利亚西侧的 Hackney Castle 是一座都铎复兴式风格的建筑。在1906年的时候，曾经是当时的 BC 省的总督 James Dunsmuir 家族财产，现在位于 Royal Roads 大学的校园里。除了城堡本身，周围还有很多精心打造的花园，有欧式风格的意大利花园、亚洲风格的日本花园，还有一座玫瑰花园。亭台楼阁、水榭池塘，可以说并不逊色于维多利亚最有名的 Burchard 花园。这里还是一个举行婚礼的热门地点。在城堡的前面是 Esquimalt Lagoon， 这是一个泻湖，泻湖的外侧是海。经常听到说有人在这里看到 Mirage， 也就是海市蜃楼的奇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了为视频点个赞，同时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分享温哥华岛的其他景点给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